牌把盾牌举高，推下来，快没血了！今天已经是大融合发生的第7天了，来自高维的游戏世界与现实地球强行碰撞，物理法则在这场降维打击面前碎成粉末。全球18到60岁的人类被强制烙印上玩家身份，没有毒仓，没有复活，生命之清零，肉体便会化作飞灰。疯了，都疯了！你不知道外面的物价现在离谱到什么地步？就这2瓶只能回50点血的劣质红药，花了我整整30个铜板。那些大公会的人在疯狂囤积物资，散人玩家想搞点补剂，难如登天。王胖子原名王腾，是我的大学室友。大融合前，这家伙的商业嗅觉就极为敏锐。游戏降临后，他迅速适应了角色，干起了倒卖情报和物资的淫荡，成了这片新手村里小有名气的情报贩子。资源垄断是网游前期的常态。官方联盟虽然想建立统一的升级体系，但在绝对的力量差距和死亡威胁面前，底层的规矩就是一张废纸。我对这种丛林法则再熟悉不过，唯有洞悉核心机制，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这是隐藏天赋，100%爆率，可以任意调整指定目标怪兽的掉落概率。随玩家等级提升，将解锁更高倍率与特殊隐藏掉落池。西秀区那边的废弃图书馆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疯了？问那个鬼地方干嘛？那里3天前刷新了一个高阶怪物巢穴，顶级工会苍穹派了2个精锐10人小队去探路，结果团灭了。那绝对是一只区域级的 BOSS。区域 BOSS 吗？这种开局阶段的区域 BOSS， 无论它数值多么碾压，它终究是怪物。只要是怪物，就有攻击前摇，有仇恨范围判定，有动作硬持，以及不可忽视的环境互动弱点。老林，你不会真想去送死吧？咱们现在连一身防具都没凑齐，去那种地方就是给怪物塞牙缝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帮我留意一下市场上有没有加移速的靴子，不管什么品质，越快越好。地形杀永远是越级挑战的最高艺术。系统锁定目标碎骨暴君，将其掉落裂瓣中品阶最高的唯一物品爆率调整至100%。丁，指令确认，目标锁定碎骨暴君。全服唯一神话技装，还是成长型的神器，全属性加500，所有普通攻击附带100%致死伤害，无视任何护甲魔法抗御无敌状态。这简直是灭世神器啊！先拿你们练练手。这么简单？老林，你刚才干了什么？打了几只怪而已，大惊小怪。这是神装？不对，这他妈是外挂吧？老林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游戏主脑的亲爹？这装备数值太恐怖了吧！在这个世界，能活下去才是硬道理。怎么，现在不劝我回安全区了？回个屁！跟着你，这满地的怪那都是移动的金库啊！老林，从今天起，我王腾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死鬼，你让我干啥我干啥，我这后半辈子的幸福可就全指望你了。大融合第7天，所有人还在1级挣扎，你竟然已经6级了！走吧，既然组队了，今晚就不睡了。我负责清理前面所有的活物，你负责跟在后面捡东西。好嘞。将掉落坛中稀有品质装备的爆率，统统调整至100%。发财了，北哥牛逼！这鞋子加15点移速，这戒指加10点力量，这把斧子，我的老天爷，基础攻击力加50。外面那群孙子为了个加3点攻击力的生锈铁剑都能把脑浆子打出来。捡完了吗？捡完去下一个区。北哥，不是我不捡，我的初始背包只有20个格子，已经塞满了，而且里面最差的都是蓝装，我连兜里那2瓶劣质红药都给扔了，用来腾地方。这地上还有起码几10件啊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既然装不下，那就全换成现成的资源和情报。胖子，你之前说苍穹工会在这附近建立了一个临时交易站，对吧？北哥，你的意思是咱们去搞市场垄断？不，我是要去给他们定一定这个新世界的物价。盾甲职业顶住，牧师释放治疗，不要退！会长，顶不住了，这根本不是现阶段能打的怪，他们的防御太高了，我们的攻击全是强制的1点扣减。治疗！
他是认真的吗？一击秒杀，怎么可能？快回来，那可是精英怪！系统锁定当前区域所有精英怪，爆率调整100%。特技神陨触发。他到底是谁？都愣着干什么？没见过大佬清场啊！退后，都往后退！这些战利品全是我北哥的，谁敢往前凑一步，我北哥一刀送他去见上帝！临时交易站在哪儿？我这有些多余的破铜烂铁，打算出手。请跟我来，先生。这紫色品级装备被他叫破铜烂铁。紫色？我没眼花吧？现阶段怎么可能会有紫装出现？林先生，这里就是交易站的中心区域。您刚才拯救了整个新手村，苍穹工会上下对您感激不尽。如果您有意出售这些战利品，我们苍穹愿意倾尽工会目前所有的资源，价格方面绝对让您满意。我不懂经商，也懒得把时间浪费在讨价还价上。胖子，这里交给你了，记住我的要求，除了硬通货金币，我只要特殊材料，尤其是那些现在看起来毫无用处的稀有矿石和异化植物。好嘞，北哥，您就瞧好吧。排队，请驾。懂规矩的上前，不懂规矩的躺下。各位看清楚了，含铁宽刃剑，品质蓝色稀有，附带撕裂流血效果，现阶段能破防任何10级以下怪物的极品凶器。起拍价1个金币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两，不要铜扁，不收破烂装备。现在开始竞价。贤贵，你拿命去跟精英怪肉搏啊！看看外面的世道，有一把能破防的武器，就能多一条命，就能去刷更高等级的怪，把本钱10倍100倍的赚回来。穷鬼就往后站，这把剑只卖给懂行的大佬，1金币我要了。我出1金20银，我出3金币。别急，好东西多的是。史诗级紫装，附带主动技能坚如磐石，主 T 的神级装备，有了它，区域 BOSS 随便扛。起拍价5个金币，5金币。另外我再加现实中500万的转账。滚蛋！大融合都第7天了，外面的纸币连擦屁股都嫌硬。没听到我刚才说的吗？只要游戏金币和特殊材料，任何不知名的变异矿石、看不懂的古怪草药，或者是标着残缺未鉴定的图纸，都可以拿来抵价。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图纸有什么用。北哥，咱们发了，彻底发了！那些傻子还真以为那些破材料是垃圾，全被我低价收过来了。有了这笔启动资金和物资，咱们就算是建立一个全服第一的商会都不在话下。干得不错，北哥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又要去扫荡哪个区域营地吗？不去营地了，野外的怪物密度太低，经验收益已经跟不上我现在的等级。我去一趟后山。后山？北哥，你没开玩笑吧？那里可是青铜级矿洞的入口，那根本不是单人能去的地方啊！那是对普通人而言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有外挂的。这是第一波拦路的小怪，也是让外头那些食人小队吃尽苦头的存在。他们的仇恨是锁定的，只要惊动一只，就会引来整群的围攻，没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。这等级和血条怎么是未知？还是不要惹好了，这要是被碰一下，简直完蛋。夫君，是你吗？夫君，我在这等了你好久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！这次我会保护好你的，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。这是隐藏机制吗？什么情况？从来没有这种 BOSS 的情报啊！不管了，先去找精英怪吧。原来是替身啊！召唤替身。我靠，这么强啊！这是建成令碎片，收集3块碎片，即可在现实世界中圈定一方绝对安全的领地，抵御维度规则的侵蚀，可以自由装配全职业物品的技能书。全服公告：恭喜玩家林北，单人已通关时间8分42秒，评价 SS 级，成功首通青铜级副本喋血矿洞。恭喜玩家林北。全区公告：
数据自检完成，错误乱码已清除。江城区域存活玩家数量已达到系统阈值，江城域等级排行榜正式开启，榜单将实时收录当前区域等级排名前100的玩家，往高维的阶梯已然铺筑，请各位玩家在追求力量的道路上谨慎前行。第1名林北，等级10，职业无；第2名萧晴，等级5，职业无；第3名狂尊，等级5，职业无；第4名黑鸭，等级4，职业无；第5名王腾，等级无，职业无。10级，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第2名是苍穹的萧会长，才5级，他比第2名高了整整5级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叫林北的家伙到底杀了多少怪？林北这个名字不就是昨晚系统连刷3次全息红丝公告那个担任 SSS 级评价手通青铜副本喋血矿洞的狠人吗？一个人单刷10人青铜副本，而且还是在开服第7天，这还是人吗？我们工会昨天去了2支满编的10人精锐队，全灭在矿洞门口的毒爆工头那里了。他一个人怎么通关的？这家伙肯定是找到了什么系统 bug， 绝对的！我的亲娘嘞！北哥昨晚不仅没歇着，还硬生生干到了10级。王老板，这是我们工会今早刚在废墟里挖到的一块风灵结晶，您看能不能引荐一下林北兄弟？只要他肯来我们狂战，副会长的位置直接给他，工会仓库里的资源随他挑。去你的狂战！就你们那点底蕴也配招揽林神？你觉得一个能单傻青铜副本，随手扔出一堆紫装，等级甩你一条街的男人，看得上你们工会仓库里那点破铜烂铁吗？行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会长，狂战和暗影的人都在疯狂接触王胖子，试图挖走林北，我们是不是也该开出更高的条件？拉拢？拿什么拉拢？你觉得一个高居榜首、等级断层领先，甚至能随意拿出10几件紫装的人，会屈居人下吗？可是如果放任他被别的势力拉拢，他不会加入任何势力的。普通人顺应规则，强者利用规则，而他是那个撕裂规则的人。去告诉后勤部，停止一切针对林北的招揽行动。既然无法让他成为我们的下属，那就想尽一切办法成为他最凑手的工具。是。越级击杀20级狂毒沼泽巨鳄领主，获得经验值8000万，恭喜您，等级提升至12级。王老板，您受累长长眼，这是我们小队刚在北区废墟能挖到的变异赤矿矿，整整10块，您看能给个什么价？2件白板符具，外加5瓶劣质红药，不能再多了。这，王老板，昨天这矿石还能换一件蓝装的呀，您这压价也太狠了。那是昨天我收这玩意儿是因为区只有我一家在大量吃进，今天这东西满大街都是，不换出门左拐，看看那些大工会愿不愿意拿药水换你这几块破石头。现阶段除了我们星辰商会，谁手里有那么多现成的装备？换，我换。谢谢王老板赏饭吃。把这些东西送给林北，告诉他苍穹工会无意与他为敌，这些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苍穹希望能成为他在江城最可靠的资源供应商，记住，姿态一定要放低，绝对不能摆大工会的架子，要以平等的合作者身份去交涉。不过就是等级高了点，运气好打到了几件神装罢了。真以为一个人能对抗整个工会？会长还是太保守了。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，对付这种独狼，恩威并施才是王道。只要给他个护会长的名头，再开点高薪，他还不得感恩戴德的贴上来？你就是那个倒买倒卖的胖子。林北呢？让他出来见我。这位老板，找我北哥有什么事儿？北哥在外面忙着呢，商会的事情我全权做主，要买装备就排队，要卖材料就估价。这盒子里是苍穹工会的一点见面礼，只要林北愿意加入苍穹，副会长的位置就是他的。我没空跟你一个收破烂的废话，我今天来是代表苍穹工会正式对林北发出招揽的。工会不仅会为他配备一整套顶级的紫装，还会每个月给他支付500万的现实薪水。这种待遇，放眼整个江城，只有我们苍穹拿得出来。这就是你说的无法拒绝的条件？北哥，你回来了。你就是林北。刚才开出的条件，你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了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应该感恩戴不得的接下这个盒子，然后宣誓加入我们苍穹。你应该清楚，在这个世道，一个人单打独斗是没有前途的。说完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东西我收下了，就当是你们苍穹交的保护费。至于你说的那些破条件，回去告诉你们会长，我不喜欢受约束。谁敢把手伸到我面前指手画脚，我就把他的手连着脑袋一起砍下来。滚！北哥，霸气！这帮大工会的人平时鼻孔朝天，今天算是踢到钢板了。不过这苍穹工会好歹也是新手村第一大势力，我们这么直接打脸，他们会不会暗中使绊子？使绊子？大融合的时代，一切阴谋诡计都是建立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的。当实力的差距达到不可跨越的鸿沟时，任何算计都是个笑话。会长，那个林北简直狂妄到了极点，我好心好意许诺了他副会长的位置，
他不但不领情，还骂我们工会的人都是废物，甚至直接把礼物抢了过去，让我滚。如果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我们苍穹还怎么立足？我让你去，是让你去送礼结交，表达合作的诚意。我什么时候让你去招揽他了？我什么时候让你去摆大工会的架子，给他许诺什么狗屁副会长的位置了？会长，我这也是为了工会好啊。他一个散人，我们给他个副会长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恩赐？拿什么恩赐他？拿我们工会那可怜巴巴的3件紫装去恩赐令的一个高居等级榜第1，能单傻青铜副本的怪物。你知不知道，你那自以为是的傲慢，差点把整个工会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我滚出去！会长，难道我们就这么咽下这口气？咽不下也得咽。在这个世界，尊严是靠实力打出来的，不是靠嘴硬撑出来的。既然做不成朋友，那就在他面前当一个透明人。去招惹他，你是嫌视自己活得太长了吗？剥夺赵天副会长职务，降为普通成员。另外传我的死命令，从今天起，苍穹工会任何人不得在野外林北发生任何形式的摩擦。所有资源开采队，只要看到他，立刻绕道走。是。主题小队顶上，必须拉稳仇恨，绝对不能让他冲进牧师阵营。只要能拿下这只世界 BOSS 的首杀，苍穹工会就能获得无可估量的丰厚奖励。他快不行了，血量还有10%。牧师把最后的治疗全交出去。主题死柄，法师团准备释放终极技能，准备斩杀。丁，全区公告，恭喜玩家林北成功击杀25级世界级 BOSS， 狂暴大地某区域世界 BOSS 首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个伤害是现阶段玩家能打出来的吗？又是你林北，我还以为世界 BOSS 有多难找，原来你们在这儿免费当苦力，谢了。我为了这只 BOSS 搭进去了200多条人命，耗费了工会现阶段几乎所有的战略物资。林北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这是我们苍穹工会用200条人命堆出来的 BOSS， 你凭什么抢？在这个力量至上的世界，抢 BOSS 这种事还需要讲道理吗？系统结算掉落，目标池传说级及以上材料，唯一性道具，爆率调整至100%。大地之心橙色传说材料，获得物品魔熊之握紫色极品护腕，获得物品剑成令碎片。剑成令碎片，居然是剑成令的碎片！林北，你这个狂妄的家伙，我要给兄弟们报仇！我白天的时候好像说过，我不喜欢受约束。既然你急着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这个男人根本不是他们这些还在泥潭里挣扎的凡人能够抗衡的，他一个人就足以碾压整个新手村的规则。听说了吗？昨晚苍穹工会吃了个前所未有的大桌，几百号人被一个人给镇住了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废话，我当时就在外围远远看着呢，一刀下去，重装战士直接被秒成灰了。换你，你敢上？都别急，排好队，咱们星辰商会的规矩，拿材料说话。王老板，生意兴隆啊！哟，这不是狂大会长吗？怎么，副会长昨天没在北哥手里讨到好处，今天换您亲自来兴师问罪了？王老板说笑了，灵神天威那是我们这些凡人能触碰的。昨天的事儿是苍穹的那个蠢货自寻死路，与我们狂战无关。我今天来是诚心诚意想跟星辰商会做笔大买卖。这是我们工会这2天折损了上百个弟兄从南区毒瘴林里拼死带回来的特殊材料。我知道林神对这些小玩意儿感兴趣，特意送来，不求别的，只希望能换10套蓝品中甲，外加一把紫品的双手扩剑。毒瘴林产出的腐骨毒精和凝血草勉强算得上稀有。不过狂会长，您这胃口也太大了点儿，10套蓝品重甲，外加一把紫品扩剑。您这几块破石头，怕是连那把紫剑的一个间隔尖都买不到啊！王老板，价格好商量，如果您觉得不够，我们工会还可以加上现实里的资产。实里的资产，擦屁股嫌硬的废纸我拿来干嘛？咱们星辰商会认准的唯一硬通货就是高阶特殊材料。不过嘛，看在狂会长亲自跑一趟的份上，我王胖子也不是不通人情的人。东西我收了，10套蓝装符具可以给你，但那把紫尖免谈。换不换？一句话，换！爽快！根据胖子的情报，周围这几条街区明明没有任何怪物刷新点，但偏偏所有靠近这片地下的玩家都会受到一种强烈的精神污染，导致生命值持续衰减，甚至连一只游荡的普通怪物都不敢靠近这里，肯定有什么隐藏机关。警告：你已发现隐藏区域猩红渊窟，该区域属于特殊高危隐藏副本，怪物属性发生变异，死亡率极高，
请玩家谨慎探索。终于找到个像样点的地方了，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搞定。这大块头，看来这趟没有白来。越级击杀30级渊血领主厄加特，获得经验值2万。恭喜您等级升至13级，恭喜您等级提升至14级，恭喜您等级提升至15级。检测到宿主等级突破15级，唯一隐藏天赋爆率调整系统进化完成，系统新功能已解锁，定向掉落指定。说明除了100%干预爆率外，您现在可以无视目标怪物的常规掉落列表。这金手指进化的有点离谱了啊！系统，给我检索渊血领主厄加特的隐藏掉落数据库，建成令碎片爆率提升至100%。这江城的天该换一换了。唯一隐藏技能书：深渊剥夺、品阶、传说。被动效果：法则碾压。当宿主攻击等级高于自身的敌对目标时，无视等级压制带来的命中率衰减。主动效果：绝对领域，锁定周围半径50米内的空间，强行剥夺所有敌对目标的闪避、遮挡举无一判定，持续时间10秒。这小子是谁？这头骨龙难道是他杀的？你当这是在做梦呢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3、40级的高阶地图，一个人单杀古龙？他以为他是那个在新手区装神弄鬼的林北吗？就算是那个林北，到了这种地方也得乖乖缩着。把手里那块橙色石头，还有地上的所有东西都放下，你可以滚了。老子今天心情好，留你一条狗命。血煞盟，算你小子有眼力见，能在这种地方捡漏，你小子身上肯定还有不少好货。你们这种垃圾，我平时连看都懒得多看一眼。今天我刚升到19级，正愁没有足够的活物来测试一下这把刀的清场速度。既然你非要上赶着送死，我成全你。你这小子是不是被吓疯了？19级？你知道那个林北才10级，你怕不是魔怔了吧？会长，血煞盟虽然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但硬实力在江城也能排进前5，连他们都被像杀鸡一样宰了。如果我们之前真的和他全面开战，后果从现在起撤回所有针对星辰商会的暗中监视，调动工会宝库里90%的高阶稀有材料，无条件送给王胖子。会长，这可是我们工会的命脉啊！从今天开始，苍穹工会不再是江城的第一势力，林北的意志就是苍穹的最高指令。谁要是再敢对他也有半分不敬，不用他动手，我亲自砍了那人的脑袋。既然无法掌控这个怪物，那就彻底臣服于他。在这个朝不保勾西的世界，能够成为神明脚下在最忠诚的猎犬，同样是一种别人求之不得的荣耀。江城要变天了！萧晴疯了，他竟然要全工会臣服于那个叫林北的独狼，哪还有一点江城霸主的姿态？赵天那个废物虽然跋扈，但他有一句话没说错，那个林北不过是运气好到逆天，撞上了一件神话级的装备。这种力量，凭什么让他一个人占了？血煞盟那300多号人的下场你也看到了，不到3分钟，那是真正的屠杀。没有摸清对方倒牌之前，萧会长的稳健策略其实并没有错。策略？那是懦夫的逃避。世界 BOSS 的掉落，原本该是我们苍穹更进一步的台阶。建成令的碎片，哪怕只有1块也是无价之宝，现在全被他一个人抢了。萧晴不敢动，那是他舍不得自己会长宝座，他想当林北的一条狗来保全富贵。但我们不一样，我们的兄弟死在了昨晚，那是用命填出来的手杀。我已经派人摸清了林北的动向，那小子现在正忙着让那个胖子经营星辰商会。他在野外扫荡了无数高阶区，身上的背包里恐怕塞满了我们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极品材料。我这里有一件从隐藏本带出来的宝贝——求神之锁。求神之锁，那个能强制压制目标属性50%，且在15秒内无法使用任何瞬移、脱困类技能的橙色传导物具。没错，
只要我们把他骗到预定地点，200名顶级刺客潜伏，外加50名掌握了奥术禁锢的法师同时激活，就算他有通天的本事，在50%的属性压制下，他也只是一块稍微硬一点的肉罢了。到时候，他身上的神装、背包里的材料，还有那块该死的剑成令，都是我们的。好，我信你。北哥，萧晴虽然低头了，但我听说苍穹内部那几个老家伙跳得厉害，尤其是那个莫山，甚至有传言说他想架空萧晴。他们派人送来了一封请柬，说是想在天香园摆一桌，专门为赵天的事情向您当面赔罪。同行的还有几件萧晴不曾动用的压箱底材料。赔罪？既然萧晴已经低头了，莫山这种老狐狸怎么会突然转性，主动放低姿态？天香园那个地方四周空旷，地势低洼，最适合设伏了。我去，北哥，你的意思是鸿门宴？那咱们别去了，理他们作甚？去？为什么不去？我不怕他们搞鬼，我就怕他们不动手。苍穹公会这块地盘太大，萧晴一个女人如果不清理掉内部的那些害虫，迟早会影响到我们星辰商会的生意。我顺手帮萧晴清理一下门户，也算是收她一点利息。林神大驾光临，老朽莫山有事远迎。萧晴呢？这种场合他没来。会长他操劳过度，昨晚受了些凉，正在静养，所以特意嘱咐我，一定要把这几件诚意十足的材料亲手交到林神手中。系统提示：您受到传说级盗病求神之所压制，全属性降低50%，所有位移技能进入冷却状态，持续15秒。怎么可能？你已经求神之所限制了，怎么可能还能动？哪怕全属性降低了50%，我的力量、敏捷和体质依然是你们这群6级玩家的10倍以上。他不是人，他是魔神，是魔神降世。林神，饶命！所有的东西都给你，我背包里还有3件紫装，还有工会的秘密金库坐支，求求你饶我一条老命！不要！林先生，我帮你清理了他们，作为报答，你会把苍穹剩下的资源整合得更好的吧？那是工会的根基啊！这几个人如果不死，苍穹迟早会因为他们的贪婪而葬送在林北手里。剩下的烂摊子你自己收拾，记住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如果下次还有人想请我吃饭，那整个江城就都不需要吃饭了。传令下去，莫山李沧海阴谋叛变，已被林神处决。从今日起，苍穹工会彻底并入星辰商会的羽翼之下。如有异议者，杀无赦。是。这一夜，江城的格局彻底变了。全服红色预警，全服红色预警，检测到维度裂隙异常扩张，第一波面试级怪物狂潮已全面降临，怪物强度等级灾变，全区域怪物属性强制翻倍，刷新频率提升10倍，丧失领地限制，请所有活人可口，低于系统最低阈值，该区域将被直接抹除。前排战士把盾牌死死抵在地上，绝对不能退半步。法师团把所有的控制技能砸过去，绝不能让他们靠近大门。星辰商会仓库全开，所有的红药、蓝药卷轴全部免费拿。防具破了的，自己来车上拿蓝装、紫装换。拿了老子的药和装备，就给老子死死顶在前面。北哥不在，咱们星辰的招牌不能逃。要是让这些畜生踏平了这里，咱们赚再多的钱也没命花。杀！星辰商会都不怕破产，咱们怕个鸟！终究还是结束了吗？北哥，你回来了！我就知道你不会扔下我们不管的。胖子，干得不错，物资没了，明天去外面成倍的抢回来就是。只要人活着，这座城就塌不了。萧晴，我在。你带法师团和残存的重装死守2翼，天空中的骨雕交给弓箭手处理，正面的这些杂碎，还有那3头大个的交给我。苍穹所属，听从林神指令，死守2翼，绝不退缩。
要让怪物靠近大部队。盾牌顶住！北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再晚来半步，兄弟我这身100来斤的肥肉就要给那头大犀牛当早餐了。为了守住这破地方，咱们星辰商会的家底算是彻底打光了，一瓶初级红药都没剩下，连那些破损的白板伐具都被兄弟们拿去顶缸了。没了就没了，旧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。只要你们人还在，那些药水和装备不过是一堆随时可以再造的数据。林先生，多谢林先生出手相救。如果不是您及时赶到，江城2万多名幸存者恐怕无一幸免。这份恩情，苍穹公会上下没齿难忘。昨晚的防线你守得不错，作为江城第一大势力的会长，能在城破之际挡在普通玩家前面，而不是带着精锐独自逃生。萧晴，你证明了你的价值。第一大势力，现在说这些不过是个笑话罢了。经此一役，大家应该都看清楚了。在那些真正高阶的怪物面前，我们之前引以为傲的工会编制人数优势，简直脆弱的不堪一击。所谓的安全区，不过是系统随时可以撤销的临时笼笼。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各自为战，一盘散沙，下一次怪物攻城就是全军覆没的死局。所以，我需要你们改变这种现状。建成令，这东西居然真的存在！该岛屿拥有者将获得划定疆土、建立绝对安全领地之权柄，领地内可免疫当前阶段所有维度规则的强制侵蚀。昨晚他抢的那只世界 BOSS 掉落的是碎片，难道他一个人凑齐了所有的碎片？绝对安全领地，意思是只要待在那座城里，就再也不用担心晚上睡觉被怪物咬断脖子了。林神，您打算在这里建城？大融合已经过去了11天，系统在不断筛选弱者，怪物的强度呈指数级增生。新手村的保护器已经名存实亡，想要在这个重构的世界里活下去，甚至活得像个人样，就必须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规则和堡垒。从今天起，江城废除所有大小工会、私人团队，我将在此建立全服第一座玩家主城——星辰之城。城内的规矩由我来定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。苍穹公会所属听令，即刻起，苍穹公会就地解散，所有人员、物资、情报网络无条件并入星辰之城。我萧晴愿以性命起誓，尊林北为主，效犬马之劳。若有二心，天诛地灭。愿尊林神为主。在这个鬼地方，能跟着一个能秒杀灾变 BOSS 的大佬混，那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儿。我抗战工会也解散了，以后这条命就是林神的，您指哪儿，兄弟们就砍哪儿。胖子，过来。北哥，有何吩咐？从今天起，星辰之城正式设立物资统战部，王腾将出任星辰之城第一任后勤大总管。城内所有的资源调配、装备发放、药剂生产以及商业贸易，全部由他全权负责。他的话，在后勤领域就等于我的规矩。北哥，我就是个倒卖二手的奸商，这么大的盘子，几万人的吃喝拉撒，我能行吗？我说你行，你就行。昨晚你敢散尽家财去顶住防线，就说明你不仅有商人的精明，还有守住底线的魄力。这个位置交给你，我放心。